这是一座传奇的佛塔，千年岁月中历经劫难，数次被毁，又数次重建。传说故事、西洋美景早已让它声名远扬。而据史料记载，塔下更埋藏着至高无上的佛祖圣物。请收看华夏传奇栏目即将播出的纪录片《千年雷峰塔》。今天，在杭州的西湖景区，雷峰塔是一处独特的景致。夕阳西下的千年古塔，从宋代开始便有了“雷峰夕照”的美誉。但在7年前，这里却是一派荒芜残破的景象。雷峰老塔已经倒塌，而雷峰新塔尚未重建。你到现场就看到一座小山，上面有很多树。如果不给你指点，你就不知道这是雷峰塔的遗址，就是沧海桑田，已经面目全非了。由于景区规划的需要，一座全新的雷峰塔将在倒塌的遗址上重建。这对关注雷峰塔的考古工作者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因为依照中国古代的惯例，很多古塔下面往往修建有地下建筑。2000年1月7日，千禧年的钟声刚过，考古队第一次来到了雷峰塔遗址。展现在眼前的景象残破不堪，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当年著名的西湖胜景之一。地面上到处散落堆积着佛塔的残砖，而佛塔残存的基座宛若一座巨型的土丘，它高出地面10多米，南北长60多米，东西宽40多米。谁也无法推测，在这些散落的堆积物中能发现多少当年的遗物。在它的下面，是否还隐藏着一个神秘的佛塔地宫？一切都还是一个未知之谜。面对这未知的千年雷峰塔，考古队不由得联想到了20年前陕西法门寺地宫的那次惊人发现。那是新中国历年考古中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同样是一座倒塌的佛塔，考古人员在佛塔下面的地宫里发掘出了多达上千件的唐代文物珍品。这里有失传多年，只能在文献中见到的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在世界各地的信徒心中，佛祖舍利无疑是至高无上的圣物。相传，2000多年前，佛祖释迦牟尼80涅槃之后，弟子们在焚化的灰烬中寻获了佛祖的众多舍利。佛法的教义认为，只有虔诚奉佛、悟道得法，才能在死后留下自然结晶的舍利。这是佛祖的化身，是他流传后世最珍贵的圣物。佛祖作化后的这些舍利，日后被奉送到了世界各地，
人们建造佛塔供奉圣物。联想到佛塔地宫中可能出现的惊人宝藏，人们不免对雷峰塔遗址的考古寄予了更高的期望。雷峰塔下面是否隐藏着地宫？地宫中会珍藏着什么样的宝物？在历代的战乱中，佛塔地宫是否遭到盗掘和破坏？一切的结论都有待于考古发掘的证实。2000年春节刚过，考古队开始搭建工棚，进驻雷峰塔遗址。在发掘之初，雷峰塔的身份是模糊的，它的建造者、建造年代都没有确切的定论。而在人们的印象中，雷峰塔的身世更多的却是和白娘子传奇中那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联系在一起。姑且不论传说的真实与否，现实中的雷峰塔已经伫立了1000年时光。在考古学家的眼里，古塔所保护文物的价值兴许大于白娘子的美丽。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就在遗址清理进行到2个多月的时候，一堆残破的石碑碎片出现在人们面前。虽然碑刻的文字已经残缺不全，但对剩余文字的解读已经足以告慰队员们60多天野外发掘的辛劳。通过对碑刻文字的解读，再结合大量历史文献的考证，一座1000年古塔的形象和那个曾经建造它的王国开始清晰起来。聆听1000年的回响，那是从恐龙到鸟的亿万年的转变，那是中华第一龙血脉喷张的呼啸。拂去历史的沙土，探寻地宫中的宝藏，穿越青铜器上的刀削斧砍，去聆听历史的心跳。华夏传奇带你感受1000年的印记。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历时200多年的大唐王朝结束了它的统治，一个藩国割据的年代取而代之，史称5代十国。5代十国时，统治浙江一带的是立国70年的吴越国，都城就设立在今天的杭州市。吴越国是一个崇尚佛教的国家，在他最后一位国君钱俶统治期间，杭州城内大兴土木，修石窟、造佛寺，西子湖畔俨然一副东南佛国的形象。今天西湖边上的净慈寺、六合塔以及这座雷峰塔就是当年建造的。那它是主要是当时为了保佑这个吴越国国泰平安，也就是当时吴越国的政治经济都不行的情况下，他为了保佑国家所建立那个法塔。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在雷峰塔仅仅落成1年之后，北宋王朝率兵南下，立国70年的吴越国纳土献地，宣告亡国。而吴越亡国之后的雷峰塔也随之历尽沧桑。后来的1000年时光中，这座佛塔历经了几代王朝更迭的历史风雨，在此期间，它几次毁于战火，又几次喜获新生。1924年9月的一个下午，再次被大火和岁月侵蚀的已经千疮百孔的雷峰塔，似乎不堪历史的重负，轰然倒塌。
鲁迅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曾用“活该”二字评论雷峰塔的倒掉。在他眼里，象征着封建礼教镇压的雷峰塔早该倒掉了，白蛇娘娘代表的中国女性终于能重见光明。那时的鲁迅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雷峰塔的倒掉竟然真的让传说中的宝藏等到了重见光明的机会。日复一日的地面清理已经进行了3个多月，随着古塔面貌的日渐清晰，考古学家们又遇上了另一个困惑：吴越王钱俶为什么在亡国前的1年里还在兴建雷峰塔？修建这座佛塔的用意又是什么呢？在发掘出土的近100块残碑上，考古学家们仔细搜寻着隐藏的线索。在地面清理中，最重要的发现终于出现了。这块残碑仅存162个字，但上面却详细地记述了建造雷峰塔的许多重要信息。而一直困惑考古人员的佛塔地宫之谜，在碑文上也有了确切的指引。原来，雷峰塔的修建只有一个目的，它是为了供奉至高无上的佛祖圣物——佛祖的头发舍利，人称佛罗髻发。那么作为佛舍利的话，有真身舍利，有那个发舍利。那么佛罗髻发按照那个佛教的讲法，就是释迦牟尼的头发，他的头发就也称为舍利。这篇由吴越王钱俶亲自撰写的祭文中说，他平生虔诚向佛，国事之余每日吟诵佛经，领悟佛法。皇室珍藏的佛罗髻发，他不敢私藏宫中，因此特意修建了一座佛塔用于供奉。这样我们才知道雷峰塔有供奉的佛罗髻发的这么一个记载。但是能不能保存，从我们考古发掘来讲，当时都是个未知数。答案的揭晓似乎令人产生些许遗憾。原来这座1000年古塔的建造与白娘子传奇中的爱情故事并无任何关联。传奇故事的幻灭并没有影响考古学家的心情。既然石碑上有如此详实的描述，地宫的存在势必确切无疑。而如果地宫不曾在历年战乱中被盗掘破坏，佛罗髻发应当仍然深藏于地宫之中。对照法门寺地宫考古的先例，雷峰塔地宫中或许还同时供奉着大量珍贵文物。这样的推想让考古队员既紧张又兴奋。但是地宫的入口在哪里呢？通常供奉舍利的地宫都修建有严密的防盗措施，比如法门寺地宫，供奉的舍利安置在最隐蔽的一个密室里，要进入这里必须通过4道石门。那么雷峰塔地宫的构造又会怎样呢？这时距离最初的发掘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的时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酝酿一个大胆的考古计划。他们联合浙江省电视台，对地宫的整个开启过程进行一次全程跟踪的现场直播。经过7天的紧张部署，一切准备工作似乎都已经安排就绪，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开启地宫的一刻。2001年3月11日上午9点，地宫发掘正式开始。考古队员首先取开压在地宫入口的巨石，然后开始小心地清理盖板上的泥土和铜钱。1个多小时之后，地宫盖板清晰地出现在大家眼前。
撬开盖板，就将是通向地宫的入口。地宫中的情形会如预想的那样完好如初吗？等待大家的会是惊喜还是遗憾呢？经过那个刚才的清理嘛，发现这盖板呢已经是由2块组成的，下面一个小的。那么现在马上就要把小的石头只把它拿下来，哎，马上就要取开小石头了。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冻结住了。当盖板被小心翼翼地移开，地宫的入口终于显露出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这个幽深的洞口。洞口已经看到了，大家已经看到地宫口了。隐隐约约的灯光下，地宫中的文物似乎安然无恙。它们真的如大家预想的那样，历经1000年而从未被惊扰吗？华夏传奇继续探访千年雷峰塔。终于，盖板被完整的打开了。盖板下就是神秘的地宫。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埋藏1000年的佛塔地宫从未遭到人为破坏，一切都保留着最初的模样。摆放在地宫正中央的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函，周围堆满了散落的器物。进一步的清理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惊喜呢？当时呢，我们对大铁函的判断呢，我们还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一般的讲，就是最重要的东西肯定在铁函里面。随着地宫口的开启，各路专家都汇聚到了现场。由于地宫当年曾经被水浸泡，文物提取工作非常困难。时间又过去了半个小时，地宫中的第一件文物终于被顺利取出。这是一面铜镜，上面还清晰地刻画着匠人的名字。这种形制的铜镜正是5代10国时期标准的官方铜镜，这也正印证了佛塔地宫的建造年代。之上，
一副怡然自得、天真自信的神态。在五代十国时期出土的玉器极为罕见，而这件玉童子像被专家认为填补了这一时期古玉研究的空白。它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玉童子像。这面铜镜极为奇特，它在镜面上刻画了人物、楼阁等图案，为研究唐五代时期的风俗服饰提供了真实可信的材料。而这些精致的小物件，则是当年的善男信女给佛祖供奉的宝物，每件都制作得极为精美。他们寄托的正是祈求佛祖保佑的美好愿望。时间到了这一天的深夜，距离地宫发掘已经过去了将近15个小时。地宫中最重要的文物大铁函将要被调取出来。
岁月似乎又重新回到了眼前。